海龟交易法则第9章海龟式积木。不要整天去膜拜杂志上的那些梦幻工具，学会如何用好最基础的工具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不是你的工具有多大的威力，而是你能不能用好这些工具。我们曾在第2章讲过市场的各种不同状态：稳定平静、稳定波动、平静的趋势、波动的趋势。我也说过，鉴别市场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许多系统对市场的状态有要求。如果市场所处的状态对系统不利，你必须远离这些市场。有些工具是用来指示市场状态的，我把它们称为积木 （building block）。某些积木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学会如何用好比如最基础的工具才是第一位的，但我习惯于把它们统归为一类。本章所讲的是趋势跟踪系统的积木，这类工具用来指示市场状态的变化。什么时候从稳定状态转变为有趋势的状态？什么时候又从有趋势的状态回归稳定状态？简单的说，它们可以指示一个趋势什么时候可能已经开始，什么时候可能已经结束。遗憾的是，对交易者们来说，没有任何积木是万能的，没有任何神秘公式可以轻轻松松地创造财富。这些工具最多只能帮我们判断出趋势已经开始或已经结束的概率有多大，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即使概率只是稍稍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能靠这种优势赚钱。问问赌场的老板就知道了。常用的趋势跟踪积木。首先，让我们浏览一下诸多常用的趋势跟踪积木，包括我们在海龟计划中学到的那些。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判断一个趋势是否正在形成，是否已经结束。这里并不会涵盖所有的积木，你完全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专著。了解各种各样可以用来构建趋势跟踪系统的指示器和系统法则。对其他类型的交易策略来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积木。但本书并不是那种面面俱到的专题论文，所以读者不妨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工具，全当一种练习。本章将介绍如下积木：突破 （breakout）。突破是指价格冲破了过去一段特定时期内的最高或最低水平，这是原版海龟系统的首要工具。移动平均价 （moving average） 是指连续计算的特定时段内的平均价格。之所以称为移动平均价，是因为它们每天都要重新计算，会随着新一天的价格变化而上升或下跌。波幅通道 （volatility channel） 波幅通道等于一个移动平均价再加上某个特定的数值，这个特定数值是根据标准差或 ATR 这一类的波动性指标而确定的。定时退出 （time-based exit） 这是最简单的退出策略，在一个事先确定的特定时间退出，比如10天或80天之后退出。简单回顾 （simple look back） 拿当前价格与早些时候的某个历史价位相比较。下面让我们详细谈一谈每一种积木，看看它们是如何应用于趋势跟踪系统中的。突破。前面我曾提到过突破的原理和它们的优势所在。市场创下新高是趋势可能正在开始的强烈信号。用于计算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时间段有所不同，可以决定你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短期内的突破点将指示出短期趋势的可能性，长期内的突破点将指示出长期趋势的可能性。如果能与整体趋势的其他指示器相结合，突破法的效果尤其显著。比如唐吉安趋势系统，它结合入市信号、退出信号和移动平均价来指示整体趋势。移动平均价。移动平均价是连续计算的特定时段内的平均价格。最简单的一类均价被称为简单移动平均价 （simple moving average）， 它就是特定天数内的平均价格。10日收盘均价就是过去10天内的平均收盘价。70日平均高价就是过去70天内的平均最高价。也有其他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移动均价指标。最常用的一个是指数移动平均价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这个均价的计算方法较为特殊，取前一日均价的一部分，然后与现价的一部分相结合。图9:1中有2条指数移动平均线，20日指数移动均线和70日指数移动均线。图9-1 20日与70日指数移动均线。如图20日均线与价格走势更加吻合，而且在6月中旬自下而上穿越了70日均线，这指示了一个向上趋势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入市点。
如果短期均线穿越了长期均线，则顺势入市。在本例中，一个长期趋势开始于6月中旬的这个穿越点。系统设计者和研究者们已经发明了许多种不同的移动平均值指标，但那些越来越复杂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大多并不是那么有效，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曲线拟合 curve fitting 和不切实际的测试结果。我们将在第11章更详细的谈谈这种潜在缺陷。波幅通道，波幅通道可以很好的指示出趋势的开始。如果价格超越了一个特定的移动平均值和另一个特定数值之和，这意味着价格有上涨趋势。换句话说，这表明一个趋势可能已经启动。我们将在第10章检验两种以波幅通道为基础的系统。图92移动均线与波幅通道。图9-2中是一条80日均线和标在均线上下方的波幅通道。可以看到，除了在图形的右端向下跌出通道外，价格大多数时间都停留在通道中。你也可以看到移动平均线是如何随着价格的下跌而缓慢下滑的。定时退出，简单的定时退出策略可能会非常有用，也非常高效。它可以帮助你避开趋势衰竭所导致的衰落。这是因为定时退出往往发生在衰落之前，而不会等到一个移动平均价或一次突破，两者均与价格走势联系更紧密，显示出衰落发生的时候。简单回顾，如果从非常基础的层面出发去考虑趋势跟踪策略，你甚至能发明出更简单的潜在趋势判断方法。有个效果不错的方法就是简单的回顾某些天之前的价位。你可以结合像 ATR 这样的波动性指标来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只要价格超过了100天之前的价格与 RATR 之和，你就买入。第10章将讨论一些使用简单回顾法的系统。一个忠告。多年来，已经有数百种五花八门的指示指标陆续问世。近来，技术的进步使交易者们得以更轻松地为自己的公式编程，创造自己的指标。而交易杂志每一期都会刊登新的指标和以这些指标为基础的新系统。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其他指示器和系统积木，你可以去搜寻相关资源。不过，为了避免你过度沉迷，我想先给你一个忠告。我以趋势跟踪法为例，但这个忠告也适用于其他交易策略。如果一个市场开始上扬，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趋势跟踪系统，这迟早都会引发一个入市信号。所有积木都可以加以调整，加快或放慢反应速度。所以，你实际上可以用任何积木搭建一个系统，它与用其他积木搭建的系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的忠告是，与其整天去寻找那些新颖、完美并在过去的市场上所向披靡的超级指标，不如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我建议你去试试某些简单的系统，比如使用上面所说的简单系统。我们将在下一章谈谈几个这一类的系统。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和转发，谢谢你。